传统武术的摔法，是指的我们在练套路的过程中，要把这些手法应用在摔法当中，手眼身法步配合的要很好。这个的摔法就所谓说要用4两拨千斤，要用简洁明快，动作要非常的这个敏捷，而把对方失去重心而跌倒，这样可以增加打击的力度。而摔并不是这个传统武术的目的，把对方摔倒就更有利于打击对方，取得胜利。摔法一共有，从我个人来讲就是有150手。那这次主要是就是说，用在这里边找一些易学、易懂、实用的60手。摔法里边我把它分成了几个部分，是吧？就是手法摔、脚法摔、腿法摔、擒拿摔、综合摔，真的这样就便于就是大家学习，便于掌握。左捋式下弧摔是用太极拳里边的捋式的方法，所以说旁捋挤摁的捋，这个作为4正手里边一个主要的一个手法。就是对方以右拳向我面部击来，是吧？我用左手接住他的腕部，右手在他的肩的下侧产生滚动，用力牵拉画弧，这样才能够把对方的重心破坏掉，而使对方失去重心而倒地。来，在接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要握住对方腕部，以中指和拇指锁住，向下画弧，以腰为轴，以气为轮，转动走。在对方以右手向我面部击来，我用左手挡住对方的去路，改变他的力点，右手向下用力画弧，主要力点在右手右手上，向下滚动牵拉对方，发脚发力在于我的右腿，转腰，以腰为轴，以气为轮，向下左手牵拉住对方的右手手腕，卷，让对方的肘部朝下，右手滚动，同时向下画弧，发力，左捋式推摔是指的捋拳手的捋法是一样的，是吧？只是右手的动作不一样，右手要推出去向对方的肩的根部打出击出对。
对方以右手向我面部击来，我以左手接对方的手，以右手向对方的肩部、根部击出，也可以同时上部击出，左部和右部都可以同时的应用。啊，再做一遍。左手抓住对方向我面部击来的右手手腕，右手压住他的左手，啊，控制着对方向我这儿面部打来，我以右手压下，以右掌向对方的根部击出，啊，发力要猛，发力要很轻松。同时也可以右腿上部称为外插，啊，也可以左腿称为套腿，啊，这样都可以。好，啊，对方以右拳向我面部击来，我以左手架接，啊，以右掌啊压住对方的左掌，同时用我右掌的根部向对方的肩部、根部击出。左捋式肘击，它与捋式同样的手法，属于同一种类型，只是用肘击对方的胸部，即属于说滑盖穴，啊，肘击在对方的胸部。对方向我面部击来，啊，我以左手叼住对方的腕节，以右手压住对方的左手，同时上部称为外套法，脚要扣住对方的膝部，肘要向对方的滑盖穴击出，啊，那么在实际的应用当中，主要是用的是肘击的方法，就是要直接打击对方的头部。在我们练习的过程中，因为要还是注意安全，所以有打出平肘，在使用的时候要使肩肘，啊，这种方法称为肘击，啊。右捋式拉摔，实际刚才讲的是左捋，现在是右捋，是右手捋，它有一个向前的拉伸的动作，啊，要发力，就是所谓向下捋，啊，发力，而把对方牵出。啊，就是对方以左手向我面部击来，我同时还是用左手，啊，叼住这个对方的腕的关节，右手是吧，放在对方的肩部，向下画弧，同时步子拉开。
啊。右捋式后拉摔，它还是属于太极拳里边的捋的手法里边。右捋式是用右手啊向下捋，画圆画弧，而画圆回来啊，像我们打这个啊。右捋后拉，注意点啊！对方以右手向我面部击来，我以右手接住拳的右手的腕部，同时向下画圆，脚要踩在对方的第3点的位置。一个三角等边三角形的位置，踩在也就是说对方的中线啊，同时向下画弧啊，使之对方失去重心而跌倒啊啊，来一遍。一啊，抓住对方腕部；二，向下画弧啊；三，脚踩住对方的重心，然后向下画弧牵拉。这种时候我们采用跪式的话，就为了增加力度，使对方的重心更偏下，让他掌握不住而跌倒。手足合摔啊，这是讲太极拳讲6合的手足相合，它属于左右式都可以练。那么用左捋和右捋都可以啊。所谓说手足相合，而指的是让对方的手与他的这个脚的根部相合，是吧？非常的快，非常的猛烈，这样使对方掌握不住自己的重心而跌倒啊。这对方以右拳向我面部击来，我以右手叼住对方的腕部，同时向下画弧，像后拉摔一样，然后我不用去后拉，而是把对方的手和对方的脚相合，让他跌倒啊。因为这样使对方的突然猛烈啊，让他身体歪了，重心歪了而跌倒啊。好，就是对方以右手向我头部击来的时候，接手要快，是吧？同时下蹲要快啊，下拉要快，可以跪下是吧？就是把他的手和足相合啊，因为你向下拉的时候，它有一个往后的惯性，然后再一收回，所以说让对方掌握不到他的重心。这样正充分的体现了这个4两拨千斤的这个作用。拨脚摔是指我们在转化过程中，脚以根部为轴，以脚尖为圆，向内向外旋，或者向内旋啊，都可以应用啊。今天讲的一个是咱们用脚和对方的脚相接触啊，
外旋啊，脚以踩着对方脚的中部，手握住对方的腕部，脚向外旋转，以脚跟为轴，脚尖为圆。所以动作要非常的敏捷，要快，手与脚的配合要很默契才可以。所以用拨要用脚尖向外的拨的力量，而把对方的重心啊，使对方跌倒啊，转过，接手啊，脚踏入对方脚的中部啊，向外拨呀啊，也可以跪下啊，打击。推臂切膝，指的是切后边的对方的啊，即腿的膝盖的后边委中的穴。这个它属于吕氏里边的手法啊，就是打着对方的这个属于中节啊。太极拳就讲这个拿梢而打中，说这个符合这个理论，就是打到对方膝后侧啊委中穴，但用的时候要用手掌的这个部位啊，向对方切啊。对方以右手向我面部击来，我以右手和左手同时接对方的手的腕部向下旋转，然后是吧，交以左手牵住，右手向他的根部切出，中节切住，是吧？这样呢，同时左手的后部牵拉，是吧？这个做的时候可以跪下啊，可以跪下切啊，这左手的牵拉，右手的打击啊，对，对，好，1、2、啊，所以这个要用力是吧？要清脆，发力，啊，要向对部、腿部是吧？击出。推臂定根，所谓推臂，像刚我们上一节讲的向后的推拉，定根是指把对方的脚的根部向下用力啊，而称为定根啊。在定根的时候，上臂要向后牵拉啊，对方啊以拳向我面部击来，我双手接啊，交给左手上部啊，这个脚手要把对方的脚向下用力摁住，手向后牵拉，后侧啊，使之对方的重心失去啊而跌倒，这称为跌法。第一个动作交手，第二定，把这用力向下插，向下插的同时，左手下拉啊，这样用很轻的这种方法就把对方而跌倒。推臂打根摔与前一节的
推臂定根摔手法相同，只是手在我们应用当中，就是手的部位要用小鱼际的这个部位切到对方跟腱的根部，啊，把对方那个重心破坏掉。同时左手啊向后牵拉，对方以手向我面部击来，我双接手向下画圆，啊，用右手打在这个对方的跟腱的这个部位，这样打起来，啊，同时打的过程中啊，手要向后牵拉，对，好，这手要牵拉，啊。别手摔是属于手法摔里边最常用的手法。别手就像我们平时所用的啊手法，像云手啊，像我们打太极拳里边这种动作啊，经常的左右式都有啊。这是两个手的配合，而不用脚法就把对方摔倒。对手，慢一点啊！就是对方以右拳向我面部击来，我用右手接，同时对方又用左手又向我面部击来，我左手接对方的左手。在这时候使用开合之力，所谓开合，两手的开合用对方的肘部、小臂别住他自己的肘部，轻轻用力一扳，就可以把对方摔倒。因为这是一个反的关节，一扳对方就承受不住这种力量和这个疼痛，所以自然就会跌倒。在他跌倒的同时，我用肘部击打对方胸部。那么这就是两手相别，它的要点，动作要点就是以它的肘部、内肘和它的外肘相别，然后向外扳它的里边的这个打击的手，使对方失去这个抵抗的能力而跌倒。别臂拨腿摔，这种是指的对方用左手向我面部击来。所谓别臂是用我的右手的内肘把对方肘部这是反关节，同时上部右手要抓住对方的右腿膝关节的外侧这个大筋的部位，在抓与肘同时两力相合，而把对方摔倒，是吧？对方以左手向我面部击来，我以右手内肘击打对方肘关节外侧，同时右手抓住腿大筋的
外侧发力。来，这种手法左右都可以应用，在应用的时候要注意两肘与膝的相合，同时伸进，整体的要向前迎出，而把对方重心破坏而跌倒。别腿压肩摔，是指用我的腿别住对方的腿的外侧，而用压肩是指的不是击出，而是用力下沉，沉在对方的肘的肩部。下沉的时候，右手要牵拉，左手和身体，所以说丹田之气完全下沉，而不是把对方摔出，而是让他在原地，是吧？而跌倒，是吧？这个手，右手，腿在他击出的时候，我的腿同时上步，手要用力扒住对方的肩部。而是用力向下，不是把它推出。所以这个的动作呢，就要求我们这个自己重心要非常的稳，不要偏离自己的中心线，而产生离心力，自己下沉的时候，同时要呼气，要整体的，所以说大开大合的合字也就在这一边来体现出来。套腿右拉臂摔，太极拳里边，陈氏太极拳里边讲的是，腿在里边称为插，腿在外侧称为套，这个叫套插法，指套腿拉臂，是把对方的重心破坏掉，然后手扳。使对方跌倒，拿过来，对方以右手向我面部击来，我以右手接住对方腕部，同时左手又向我面部击来，以左手接住对方的左手，我的左腿套住对方的右腿，膝部挨住膝部，同时右手松开，向对方的肩部击出，同时发力，这样把对方击倒。发力非常轻松，重心在后腿，稍微前移，就是手与足相合，肘与膝相合，同时成为合劲，而把对方击倒。左右搂膝摔，这是太极拳里边的搂膝奥步。那么这种方法也称为，就是所谓说外套腿的摔法。我们把它说一遍。对方以右拳向我面部击来，我以右手接住对方的右手，同时由重心由右腿换成左腿，
左手向对方的大腿的根部压住，同时向下压肘，搂膝画圆，膝向内合，这称为左搂膝。来一遍。右搂膝是指的用右腿，是指的对方左拳向我击来，我以右腿套住对方的左腿，那么这个动作的要点呢，应该首先第一个要把对方的手抓住，上一步用右手要抓住对方的根节，即所谓说打根，同时七步要向外发力，发力的同时向回收，而把对方推倒。凝臂掠脖摔是指双手向外展画圆，上步是吧？把对方摔倒。凝臂是接住对方向我击来的左手或右手均可以做到。掠脖是指着手向对方颈部击出。对方以右手击来，对方击来，双手去凝臂，使对方的关节转化不灵活，然后以右手向对方颈部击出，同时右手向下画圆，左手推出，这个练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安全容易造成肩部脱臼另外手部不要击出，只是掠去把对方的脖子控制住就可以了在实际的击打的过程中，就应该我们用这个左手一拧，直接就把对方击倒在掠脖手心要朝外同时也可以转这样就加大旋转的力度，而把对方旋起来一摔。凝臂抱脖是指的，那么上一节动作是指的凝臂反手掠对方的颈部，那么这个动作是以正手掠住对方而旋转再把对方摔倒爬不来我以右手向对方颈部击出，然后转身这个动作要领主要是在于我们在以这个肘部紧贴住对方的颈部，指要搂住对方的颈部，然后手内转搂住对方的颈，向下贴紧自己的身体，向下旋转这样才可以使对方失去重心，加使用旋转，即所谓说的螺旋力。我们向下的有一个螺旋，这个如果发力非常大的话，我们也可以
把腿跪下摔，是吧？也可以应用。在这个应用的过程中，要紧紧地贴住以自己的身体贴住对方的身体，不能让对方离开你，这样才可以把对方的重心完全控制住，而把对方摔倒。扬臂搂膝，这指的是对两个手双侧都可以应用，指着对方向我击来，左手扬臂，把右手插进去，用肘部击打对方的大臂，然后翻转，掠住对方的颈部，以左手反手抓住对方的膝部向下，同时上部旋转，把连贯做一遍。动作要点是吧？拧住对方的右臂，向上推出，在击的同时就掠住对方的颈部，手反手抓住对方的右膝，然后向外旋转，转腰，做一个螺旋力。这样这发力要清脆，要完整，对吧？如果你力量很大，可以把对方打起，是吧？收起来把它扔掉。抱起，转身，扔掉。拿臂压头摔，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练习当中，主要是把对方的手臂和头同时去拿住，而通过旋转把它摔倒。但是这个动作比较危险，所以要加上这个大臂，就是他以对方以左手向我击过来我以左手接手，同时上步，右手从他的下部，他的肘下部，然后抓住他的颈部，两个手同时让他的大臂与头贴住，然后同时旋转而把对方往下压头的时候旋转，要把对方摔。那么这个动作呢比较危险，容易把颈部能够扭伤，所以在练习当中要注意安全，所以在不要用力过猛，是吧？我们在实际当中的应用的时候，可以换一步，对，把它摔起来但是这个摔的时候一定要把对方的头部要保护好才可以不可以在对方没有任何的准备的情况下这样。如果你不抱紧的话，那对方这个肘部会击出；如果我抱紧的话，使他的大臂不能发力，是吧？而向下压使他的我的重心低，在我往下压的同时旋转那么这样呢就可以把对方呢能够摔起来但是这个比较危险，在练习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安全双勾手摔法是指我们用双手
进步称为插腿，手用分啊，将对方根部拔起而摔倒。1、2，再把两个把手分开以后，是吧？要近身要快。等到我把他的手向下压的时候，啊，两个手同时松开，啊，分，勾腿，肩部向前拱，啊，这样把这对方，啊，也属于肩向前的靠摔，啊。来，啊，侧身，插腿，向下一拉，分手，拱肩，啊，这动作做起来一定要连贯，下势时一定要非常的快。迅速迅猛，肩靠啊，要用肩的力量打击对方的小腹部，而把它击出啊，所以动作要一气哈成。抹眉摔在八卦里边的手法也称为抹眉摔。叫抹眉，太极拳里头叫抹眉红，啊，所以都是左右手都可以，啊，都可以应用。在抹眉红的时候，我们要求这个手，啊，要向下画圆，是吧？它下边的腿法是称为套腿摔，所以这个在应用的时候，就是充分要体现一个手足啊肘和膝肩与胯的六合。左手，啊，对方以左手击过来，我以右手拳肘部压住对方的大臂，同时上步，在上步的同时，掌心，我的右手掌心按住对方眉心的部位，向下画圆，左手向外牵拉。这个在练习的过程中要注意啊，基础啊，基础向下画圆，注意颈部啊。那么这个手向下，右手向下画圆的同时，是吧？一定不要向外。像这圆画太向外，是吧？就是手要与足合，啊，这个圆要在这个位置啊。你向外去产生离心力，是吧？就打击不到这个对方这个颈部的这个它的威胁啊。但是在这个我们练习过程中，如果你用力发猛，就容易把颈椎打伤。所以在练习要保护颈椎的部位，要画圆。轻轻的啊，把对方放倒，再做一遍。左抱腿摔啊，是指我用我这个左手为主，抱住对方的前腿。进攻腿，啊，如果对方的右腿进攻，那么我就用左抱腿摔，把两手分开，要快速抱，啊，以左手在下，右手抱住大腿的膝关节上部，用肩部下压，腿手
左手用打根儿啊，这是称为左抱腿摔。左抱腿就是说，当对方打我进我头部进攻，我用双手把对方分开，开手以后，迅速下蹲，抱住对方的前腿，啊，而转身用肩下压，啊，那么这个称为左抱腿摔。左抱腿摔的时候，两个手要有一个向下旋转的力量。用的肩部要靠住对方腿的大腿的内侧发力，而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力点主要是在这个肩部啊，它这个控制的点，而是在左右手把对方抱住。左右手下压肩部的下压，同时转动，重心靠前，而把对方啊这个腿膝关节把它让它拐上啊，这个就叫左抱腿摔。右抱腿摔就是对方以左脚在前，我用左手和右肘接住对方的打击的手臂，然后向下旋转，猛然地抱住对方，右手从里侧，就像搂膝摔一样啊，左手向脚的脚跟部位，同时跪下压上翻，把对方摔出。那么这个动作要求下蹲迅速，而发力要敏捷啊。同时右手的用肘部向下用力控制住对方大腿根节。那么这个同时发力的时候啊，发力膝部和这儿和这个手，这个要三为一体啊，跪下翻过去。这动作要做起来要非常的迅速。所以动作要迅速而敏捷，而自己保持自己的重心不变。不要因为旋转的时候而产生离心力，是吧？这就所谓说内六合啊，外三合、内三合，要在这个动作充分的体现出来。拉胯摔和拉背摔，这两个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摔法。这个体现出步法、身法、手法的综合的配合，这个属于在这个八卦的动作当中是最容易体现出来。对方以右手向我击来，我以右脚和对方然后左腿上迈到对方的后背，在这时候呢，手的变化向下拉的时候，一定向下有一个弧度
啊，而把对方摔倒。啊，再来一个，来。所以这个动作的要领就是，首先对方击出步要向外掰步、扣步，两个手要拉住对方胯部，所谓胯的根部啊这个部位，然后向下有一个弧度，要猛拉，在拉的同时要给对方上开、让开。啊，让他倒的这个部位，如果我们在击打的过程中，不是摔倒，而是对一拉要提，用膝部打击对方的尾骨，啊，在这个应用的时候，我们用力还是只是做到就可以了，不要用很大的力量。那么这个就称为后拉背摔，啊，拉胯与拉背它是同时两个动作。那么胯部和背部是吧？我再把它做一遍。拉背，好，啊，这动作要很轻快，拉胯。啊，摔的时候要躲开对方啊，然后再进行打击。那么拉背和拉胯，它两个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手法啊。这步法是一样的，只是手法一个是在上，一个是在下。在上的时候，就是要抓住对方肩部啊，所谓肩颈的穴位，就是这手要用抓法抓住。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吧，向下拉，扣住，让它的重心向下啊，不要这样啊，向下用力一拉，使之摔倒啊。再做一遍。所以这个在练习的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安全，是吧？因为拉背时候摔倒，注意两个手一定要在前方，不要往后垫，往后去的时候容易把这个手臂给压断、压折，所以要注意安全。过桥摔是指着我们在太极拳和八卦里边的动作里边的下势啊，即所谓啊挑往起啊，手再上去，两边是一样的应用，要挑起来啊，把对方重心完全打空啊啊，这个挑的时候是吧？一定要连肘的内臂啊内肘打击对方裆部，同时下蹲啊，手下拉挑，注意，对，这个动作要点是吧？首一肩住对方，插腿要往里插，不要插在这儿，不够啊。插进去，然后挑，手向回，然后一直用肩挑起啊。那么动作要做的非常的很完整、迅速，下势要快。所以在对方挑的摔的时候，马上要跟过去。啊，要把对方就是进行打击，手拉住对方手臂的时候，啊，一定啊不要放在这个部位，这部位就自己就让把这颈部失去控制，
实际上它在肩部，让他的肘在我的肩部，然后我用裹肩使劲裹，你看我就能把它裹起来啊。那么这个呢带挑，你这个主要的力量就分散了，就是两臂就互相的是吧承担起来，而不是完全都在右臂挑，那就容易重心失掉。而且省力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跪下以后重心低，你看这个手往回裹，往上挑，哎，啊，所以这个叫过桥摔，这儿把自己认为是一个桥从我的头上摔过去，被称为过桥摔。